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华宇。今天呢，我们在北京的雁栖湖带大家试驾一下腾势的 N8L。其实打眼一看啊，我会发现它和 N9长得特别像，所以我呢也产生了一个想法。今天呢，这个视频就跟大家对比一下这两台车到底有什么区别。最后呢，也跟大家聊一下价格，看看这两台车到底哪一个性价比最高。不光大家好奇啊，其实我也特别好奇，这次它的 N8L 和 N9它的尺寸方面有什么区别？毕竟这个8可是带了个 L 的，那这个 L 呢，说明这次 N8它也是进行了加长，说明两台车的尺寸应该是差不太多的吧？那我们也来跟大家看一下啊，这个 N8L 和 N9它的一个车身尺寸，我们给大家打到屏幕上面。其实 N8L 它的这个车的尺寸相比 N9，它的车长是短了5厘米，将近6厘米的，车宽呢也短了3厘米左右，车高短了1厘米。那在轴距方面呢，其实差距很小，短了5厘米。其实日常你去感受的话，会发现这个区别真的不算太大，而且两台车价格差异还蛮大的，差了将近10万块钱。所以如果我能用便宜的价格买到一个相对比较大的一个尺寸，那确实它的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。其实你仔细的去看车灯啊，会发现两台车还是不太一样的。N8L 呢，它里面设计了一些三角形啊，包括菱形的一个灯的花纹，但是 N9L 它是全部都点亮的，还是不太一样的。所以你以后啊，要是不知道怎么分辨，就看这个车灯就好了。那这个轮胎呢，相比 N9还是小1寸的，它的尺寸呢是21寸的。N9呢，它是有22寸的，能够看到啊，两台车轮网的尺寸都是蛮大的，所以放到这么大的一台车上啊，也还蛮合适的。腾势 N8L 呢，它的电动门前后也都是配备的啊。给大家说一下，这个电动门其实真的挺好用的。首先呢，你按它一下，如果你在不遮挡的情况之下，它就会完全打开；如果你遮挡的情况之下，它会先打开一个缝，然后当你起开了以后，它就会慢慢的打开。当然，这台车它的车门不会完全打开。如果你要完全打开，你可以用手动的把它给推开，它也是有一个电子助力的。上车之后呢，你可以踩一下刹车，包括按一下这个键子，按一下那个键子，它都会自动关上。而且电吸门的话，根本就不用摔门，也不会有那种车门没锁的烦恼。坐进来呢，跟大家聊一聊整体的感受啊。首先就是感觉非常的宽敞，非常的亮堂。因为上面它是一个电动的遮阳帘，专门给前排打开的，包括这个宽敞呢，你也能够感觉到，因为这台车它的车宽有2米嘛，所以你坐在这个位置是非常舒服的。怀档的一个设计可以给中控部分留下更多的一个储物空间，50瓦的手机充电杯架，包括这个位置也有一个小的冰箱，和底下的那个冰箱呢是分开的。这样的水可以放4瓶，长途驾驶特别舒服。底部呢也有一个非常大的2层储物空间，可以放一些靴子啊，放一些鞋子啊，放一些包包，都是非常便利的。那再来说一下这台车它的一个中控屏幕吧，其实里面呢有很多的功能。比亚迪呢最推崇的一个科技，我觉得就是第三方技术了，非常的好用。我个人感觉，就日常去使用起来的话，就是能够让这台5.2米长的大车开起来有一种小车的感受，就是这个极致转向。它的转弯半径呢是4.58米，想一想多夸张啊！你去打开了这个极致转向之后呢，侧向停车的时候一把就可以打出来，包括掉头的时候也不需要在马路上多挪那么好几遍，这个体验感真的是有一个大幅度的提升。包括里面有很多的功能，比如说智慧充电啊、车生活小程序啊，还有车载的 ETC 也很方便，快捷指令、场景模式，包括智慧物联，这个也是比亚迪最近几年新推出的一个功能啊，就是可以和很多的一些家居进行一些联动，包括这个哨兵模式也是非常好用的一个功能啊。像现在我真的觉得它已经没有可以再升级的余地了，太夸张了。就是日常你去体验起来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这个中控屏真的太有用了。那其实这个 N8L 呢，它是2+2+2的一个座椅布局，坐到这个中间第2排啊，这个位置应该是最舒服的了吧？其实整个配置给的也非常的齐全。说实话，乍一看啊，感觉跟 N9差不太多，其实还有细节部分不太一样。像这个，一样的呢，有这个小桌板，前面2个都有，包括老板键，还有左右2侧它都是有扶手的。这个位置还给准备了一个杯架。包括前方它也是有这个冰箱的打开按键，还有这里空调去调节。整个座椅呢也是全部都有这个加热，包括通风的，还有按摩。
而且都是这种实体的按键，操作起来非常的便利。包括这个位置，它是有一个铜锁，你需要点一下解锁，再去调节这个座椅的加热啊、通风啊，还是很不错的。而且顶部的这个大屏幕啊，设计的非常的聪明，它直接在这个位置设计了一个按键，一点就打开了，再也不用说你去喊这个语音小助手啊，或者是你去额外的去贴一个按键在外面，它这个就很聪明。打开之后呢，这个距离呢把控的刚刚好，而且这个屏幕的尺寸特别大，你去看它的话，沉浸感一定会非常的强烈，而且清晰度是特别好的，还可以视频投屏、镜像投屏，包括有线的投屏。你也可以在这里调节很多的功能，包括你可以从标准空间选择到儿童空间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就适合你在家里面带宝宝的时候，宝宝坐在儿童座椅上，马上看到这个屏幕，他就不哭也不闹了，特别好的一个功能。那我刚刚说了这么多的功能啊 ，N9 上面有的 N8L 上也都有。那为什么它比 N9 卖的更加的便宜呢？是因为座椅皮质方面啊，它有一些不一样。像这个 N8L 它的座椅呢是超纤绒的，然后 N9 的话呢，它就是真皮，包括 Nappa 真皮的了。所以你仔细去感受的话啊，它这个座椅的话 ，N9 肯定是会更舒服、更加的亲肤、更加细腻的。但是说实话，就以我这个水平啊，我去摸这个座椅，我感觉它的这个感受也是很不错的。主要是它的这个发泡工艺能够让它做得很软，所以舒适度一定是能够保持的。N9 的座椅呢，它是可以实现贴贴的功能 ，N8L 就没有了。这个也是价格之间的一些区别吧。现在呢，跟大家测试一下这个空间表现。我的腿部空间呢，给它调整到大概2拳半，头部空间呢，表现非常的优秀，也有3拳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保持不动，去后排看一下第3排的体验。这个时候啊，我的腿部空间到了第3排就有1拳了，头部空间呢也有1拳左右。其实坐在第3排，我的感受并没有感觉到很憋屈，是因为它整个的配置还是很到位的。像它这个天窗打开以后，前面包括我左侧、左右两侧这个窗户都是很大的，所以我没有觉得憋屈。其次呢，就是这些配置也都很到位，像座椅的前后俯仰啊，包括前后移动啊，它都有电动调节，就在手边，我直接调了就可以了。还有座椅的加热，包括手机的快充，所以这个位置的体验是很棒的。前方呢，甚至还给你准备了一个小的储物空间，可以放一些手机啊、平板啊，那这样长途出行的时候就不会更加的无聊了。腾势 N8L 它的一个后备箱空间呢，其实相比 N9 是要更大一点的，而且呢，这个位置有一个操作面板，特别的方便。我来跟大家简单说一下啊，这个位置是调节空悬的，方便咱们上下拿取东西。这个位置呢是调节左右座椅的前后，包括俯仰。而且它最好的一点就是，如果你的这个座椅往下放倒的情况之下，它的这个头枕是自动往下折叠的，即便是它抬起来，你2只手一掰就回来了，根本说不用从这个地方挪到里面去再做其他的工作，所以这个位置的操作面板是非常方便的。当然了，就是放倒以后，你能够看到它的这个储物空间是非常平整的，而且我坐到里面啊，能感觉到它的这个空间还真的蛮大的，包括它底下还额外给咱们准备了储物空间，放一些插线板啊，或者是储物工具什么的，真的都非常的不错。家用的话，这个空间表现真的是太绝了。刚刚呢，跟大家介绍了它的极致转向功能，其实使用起来啊，这个极致转向功能是真的很好用，能让大车都变灵活。那这台车还有其他的一些功能，我们也来挨个跟大家来聊一聊。那这台车其实是零甲醛认证的，还有4温区的空调，包括它呢也新增了一个定旋防晕车的系统，包括之前 N9 也是搭载了防晕车的一个功能，所以这个功能真的是很好用的。在动力方面呢，这台车是 2.0T 的超级混动系统加上3电机的一个组合，0-100加速呢3.9秒，提速还是非常的迅猛的，而且相当平顺。它呢有一个6活塞定前的制动系统，就可以实现35.4米的一个制动距离，也就是这个动力可以做到收放自如。那刹车的时候呢也不怕。那在动力方面呢，这台车明显感觉到啊，真的特别的强悍，因为3.9秒的0-100加速，其实你会感觉到这台车在中高速的时候，你再去踩它，它的动力还是源源不断的。它呢是搭载了一个云辇 A 的智能空气悬架，加上预瞄2.0的一个系统，表现呢还是很不错的。它可以智能识别路况，并且调整悬架的软硬，无论是颠簸路面呢，还是高速巡航，都可以保持车身的一个稳定。
它的 CLTC 续航呢，已经来到了230公里了。其实综合续航里程呢，以1000多公里呢，可以告别咱们的续航焦虑。磷酸铁锂材质的一个电池啊，安全性也是更胜一筹的。其实刚刚呢，我们也驾驶着这台车在路上，包括一直在走那个砖块路，这个整台车啊，在车内基本上是非常安静，包括颠簸也都抹掉了大部分，感受是很棒的。日常我们在柏油路去行驶的时候啊，它的这个整体悬架对于大颠簸的过滤也是很优秀的，而且它不会出现那种过软的情况，不会说来回晃悠的像开船一样的感受。它可以把阻尼调节到变硬，那变硬了以后呢，你就可以在高速里面去灵活的、快速的变道，那这样子驾驶起来也是更加安全的。那在安全方面呢，这台车也可以说非常强悍了，2000兆帕的一个热成型钢车身，加上混动的 CTB 技术，可以承受25吨的货车侧翻压顶，而且还有9个气囊进行全方位的一个守护。主动安全方面呢，125公里的高速避让不甩尾，147公里每小时的 AEB 紧急制动，这些实测成绩啊，还有这个车轮松动监测系统，如果车轮掉了，它可以马上呢给咱们进行提示，所以能够更好的保护咱们全家人的出行。最后再总结一句啊，强调一下，这台车开起来真的非常的灵活，完全没有开大车的笨重感，太赞了。那最后呢，再来跟大家聊一聊价格。首先呢，这个腾势 N9啊，它的价格是40到45，有接近5万的一个优惠。优惠之后呢，其实就是顶配呢大概在40万左右。那腾势 N8L 呢，它的价格就比较便宜了，原价呢是30到33万，一共2款配置，但是有将近3万的一个优惠。优惠完之后啊，你会发现顶配的价格也就是大概在30万左右。所以这么一对比，你会发现性价比真的蛮高的。就是你只要不抠细节的话，完全可以平替腾势 N9。那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，2台车你会选择哪台呢？我们下期再见吧。